末世来临的前一刻，我丈夫带着怀孕的女同事进门，婆婆失手把我推下楼，我被丧尸包围撕咬，痛到昏厥。可天生痴傻的我不仅没死，智力还恢复正常了，甚至还免疫尸毒。于是我的复仇开始了。丧尸爆发那天正好是我26岁生日。那天我煮了一桌丰盛饭菜，只因多吃了2口饭，就被婆婆周春红用汤勺狠狠敲脑袋，骂我是饿死鬼投胎。我疼得龇牙，躲到桌子底下，红着眼瞪向凶神恶煞的婆婆。你还敢瞪我，反了天了你！要不是我家周浩愿意娶你，给你一口饭吃，你早就饿死街头了。事情不是他说的这样，我家里很有钱，但因为我从小患有智力障碍，父亲死前一直为我的婚事发愁。周浩主动找上门，温文尔雅，事事亲为，他发誓爱我照顾我一辈子。可嫁过来后，我被恶婆婆打骂，不得不学做全部家务，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说是这个家的儿媳，更像是免费保姆。他们拿了爸爸那么多钱，却不愿意对我好。坏人，坏婆婆！我哭着掐她的腿，重重咬上去。周春红倒在沙发上，气得脸色阴沉。这时门开了，周浩回来了。周春红眼疾手快扑过去和儿子诉苦，不得了了，你这个蠢老婆要杀我！周浩满眼不悦地看我，我心中一咯噔，委屈落泪。我没有，他打得我好疼。周浩谁也没帮，反而把身后一个温柔漂亮的女人拉了出来。我呆愣地微张唇，我认识她，周浩研究所的同事许黎，她肚子隆起一抹弧度，有孕4、5个月了。我心中隐隐升起强烈的不安。周浩把一份文件砸到我面前，语气前所未有的冷漠。这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你已经签名按手印了，净身出户，赶紧走。小黎怀了我的孩子，她才是周家媳妇。什么离婚协议书，我从没签过。可文件最后一页，我的签名和手印赫然在目。许黎依偎在周浩肩头，轻轻笑道：晴晴，我怀孕了得静养，家里这么多人也不方便，你快收拾东西走吧。周春红一脸喜悦，摸了摸新儿媳的孕肚，朝我讥讽：听不懂人话吗？滚远点！我傻怔在原地，心中无数情绪翻涌，愤怒、委屈还有害怕。爸爸去世了，我只有这个家，我还能去哪？不，我不走。这房子是用爸爸的钱买的，要走也是你们走。周春红气急败坏冲过来，强行拖着我往外赶。我挣扎着抱住窗户，同时余光瞟了眼楼下，发现不对劲。街道上充斥着狂奔的人群，车辆慌不择路，鸣笛声、叫喊声映入耳中。丧尸来了，丧尸咬人了，快跑啊！逃命了！我心中惊愕，丧尸，这不是小说里末世来临时才会出现的情景吗？就在我出神的一刹那，我被周春红推下楼，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那扇窗紧紧关上，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黑了。我被摔得五脏六腑发疼，爬都爬不起来，眼前一片迷糊。丧尸朝我围过来，不由分说的撕咬，我从没感觉这么痛苦过。爸爸，爸爸，最爱我的人不在了，再也没人疼我了。自以为托付人生的依靠，却是杀我最深的凶手。我看着不远处药店里悬挂的时钟，数着秒钟一圈圈划过，身体反复高热，我极度痛苦中等待死亡。可时针划过大半圈，夜幕降临之际，我忽然感觉思绪前所未有的清晰，很多想不明白的事都一清二楚了。结婚这些年，周浩在床上再怎么疯狂要我都小心避孕，他们母子只图我的钱和身子。周浩哄着我在空白纸上签名，再去打印离婚协议。他趁我熟睡时按下手印，打量我傻，我手指上的印泥痕迹都懒得清理。爸爸给我的财产被7哄8骗到了他手上，确定我身上一滴油水也榨不出来了，带着怀孕的小三上门赶我走。正好末世丧尸来袭，更是无所顾忌，推我下楼要我命。大家自顾不暇，没人会管我一个傻子的死活。谁能想到我没摔死，被丧尸咬了那么多下都没变成丧尸，反而不傻了。我望着3楼那扇窗户透出的光亮，咬紧下唇。你们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我发誓会一一奉还。我走进空无一人的药店处理伤势，时不时几只丧尸晃悠过来，竟然没再咬我。店里有电脑，这块地区的电力和网络还没断。我登录周家的监控账号，看到他们3人把我辛苦做的饭菜一扫而空。周春红擦擦嘴角的油水，还嫌做的少了，不知道那个蠢货死透了没有。周浩轻柔摸着许黎的肚子说：管他呢，我们锁住门，好好待在家。半个月前，我们内部消息传不太平时，我就在仓库里囤了足够多的食物，够吃喝半年。许黎依偎在周浩怀里，紧跟着问：半年之后呢？你不会让我们刚出生的儿子没得吃吧？周浩捏捏许黎的小脸，无比温柔地保证不会。10几年前，我的父亲研究所逝去的余老曾猜测这场灾难，可惜没得到上层重视。最近下水道病毒检测越来越不对劲，才有人重新提起那个猜想，并派专人重新研究余老留下的手记，尸毒血清很快就能研究出来。到时死去的人就当为国家减负，活着的人一切照旧，甚至更受重视。他们3人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我却感觉心在淌血。我知道肯定是多年前爸爸为了以防万一给我注射过私下研制的血清疫苗。
他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除了对周浩看走眼，为我做了能想到的一切。忽然，药店的电话响了，我下意识回头看向监控，许黎捂着抽筋的脚在沙发上喊疼。周春红急得团团转，周浩走到窗口看向药店方向打电话。我猜他们没想到丧尸来得这么快，忘了在家里备付的药了，这会急了才想起来买。呵，慢慢急吧。电话响了又停，停了又响，足足几分钟过去，我才按下接通。吴老板，我看你们药店门还开着，你们没事吧？我老婆怀孕腿抽筋了没药，你能不能给我送点到楼下？多少钱都行，用食物换也可以。我无声冷笑，装粗嗓子说，外头不安全，你想要就自己来拿。见监控那头周浩来回踱步，沉默蹙眉，我淡淡讥讽，老婆怀了你的种，你一个男人这点风险都不舍得冒吗？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叫别人来。我砰地挂断电话。周家总共就3个人，许黎动弹不得，周浩贪生怕死，他下意识看向周春红，妈，你去一趟吧，我要陪着小黎。周春红活老了哪里看不出周浩的心思，气得啐了一口，你个有了媳妇忘了娘的，别忘了是谁把你拉扯大的，你想叫我去死？周浩目光闪避，舔着脸不知耻说，没有的事，我就觉得你常跳广场舞，腿脚快。周春红狠狠瞪他一眼，说什么也不肯。最后2人谁都驱使不了对方去，竟然相互拉扯着一起下来了。看着不远处2人用纸箱围着，小心翼翼躲避丧尸走来的样子，我悠悠拉上药店的门窗，利落上锁，2个都送上门，省事了。周浩和周春红来到药店门口，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急忙给店里打电话。我就坐在柜子后边，任凭电话怎么响就是不接。砰砰砰，周浩拉着把手晃门，往里喊，吴老板，快开门啊，是我周浩。我依旧没有理会的意思，他们得不到回应，他在玻璃门上往里看，下一刻齐齐瞪大眼。那个蠢货没摔死，怎么会在里面？肯定是他命大，被药店的人救了。晦气！吴春红嘟囔了一声，破我颐指气使，你眼睛瞎了，还不过来开门？不听话，老娘揍死你！周浩语气放缓哄道，晴晴，你听话，叫人把门开开，我带你回家，给你吃的。母子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多年来的惯用破位招数。我以前还傻乎乎的时候，越怕周春红，就越下意识越依赖周浩，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现在该换一换位置了。我一瘸一拐挪到门口，和他们隔着一层玻璃门，眼神天真的问，门要怎么开啊？周春红咒骂，蠢货，找钥匙。周浩耐着性子说，应该就在柜子上的，你去仔细找找。回到柜台前面，我开了瓶奶，边喝边慢悠悠找。门外的2人脸色越来越沉，在他们耐心快要达到顶峰时，我终于找到钥匙。快开锁！周浩无暇再装，着急命令我。这串钥匙有10来个，我蹲在地上，慢吞吞的一个个试。门外的2人望眼欲穿，还剩最后一个，没有错误答案了。周春红急得咬牙切齿，一个杀千刀的快开啊，找死是不是？别骂了，别骂了，晴晴好怕。我佯装手抖，怎么都戳不进钥匙。周春红差点咬碎牙，在周浩眼神暗示下，不情不愿地说好话，我不骂了，你快点。我当然快不了一点，丢下钥匙，抬腿跑了。空气凝滞了几秒后，周浩和周春红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骂，骂我祖宗18代坟头烂，骂我子孙后代不得好死。我不再红着眼去争辩，这些辱骂再也掀不起我心中一点波澜。听到周浩找了铁铲开始捶窗，我打开药店后门，不伐脚健走了，又把一个装满药的大袋子丢进垃圾桶。他们进药店注定一场空。趁着他们找药的时机，我输密码进了居民楼。1楼仓库被周浩买下，仓管员跑回家了，钥匙还挂在墙上。我开门进去一看，满满的米面粮油、瓜果蔬菜，还有各色压缩肉类、饮用水、方便面等，准备得很齐全，很好，这些我都笑纳了。之前在药店我上网查了下名下资产，发现就在同一栋楼4楼那间大平层，业主写的我名字。购买详情显示是我爸爸死前帮我全款买的，还有保洁定期打扫，甚至为了预防末世，门窗都特别加固过了。爸爸为我准备好了退路，如今正好派上用场。血清生效后，我不仅能抗尸毒，身体复原能力也大大增强。离开药店那会，身上的摔伤都好了。仓库里的存货被我用推车电梯全搬到了4楼大平层里，堆满大半个房间，连根毛都没给周浩剩下。我拍拍手上的灰，一看时间过去1个多小时了。周浩和周春红在店里没找着药，骂骂咧咧的，本打算回来，可从小区门口进来了一波新丧尸，就在药店周围游荡，他们不得不暂时缩回药店里。见状，我悠悠下到3楼，进了周家。许黎在沙发上，肋骨疼劲缓过来一些，看到我惊愕地坐了起来。晴晴，你还活着？我看也没看他，径直去了房间，把我的衣服首饰打包，还有保险箱里的现金金条也没放过。许黎看着我一波波往外搬东西，开始急了。贱人，你住手！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等浩哥和婆婆回来打死你！最后一根金条袋子里放不下了，我拿在手上，回头淡淡嘟了小白花许黎一眼。是吗？我好怕哦，你报警啊！许黎自然不会傻到报警，末世指望警察，不如指望周浩快点回来。他给周浩打电话，喂，浩哥。我眼疾手快的把他手机抢了过来。
小黎，怎么了？还疼？咻！周浩的声音还回荡在空中，手机被我扔出窗外，从我被推下去的那扇窗。我活下来了，但我保证手机会摔得粉碎。许黎气急败坏，于晴你干什么？你敢摔我手机？我花1万多刚买的啊！摔你手机算什么？你还登门入室抢我家呢。不过我嫌弃那2个人渣住过的地方脏，不想要了，就让你捡便宜吧。我提着东西走，又下来了2回，看了看我需要的东西都带了。饶是这样，房子里还剩不少东西，毕竟是我这几年一点点用心填满的家。许黎在沙发上不断深呼吸，死死瞪着我。别这么看着我啊，我只说房子给你住，又没说东西也给你。就算我不要，也不给你们剩下。我点开手机微信，打开业主群。当初周春红嫌对接物业什么的麻烦，周浩又忙，所以业主群里一直是我在。我发了条艾特全体的消息：末世来袭，您是否为物资发愁？我是301户主于晴，现举家搬走，家中剩余诸多物品，无论是锅碗瓢盆还是电视洗衣机，全部无偿赠与。心动不如行动，快来搬走吧！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业主群里一阵沸腾。但同时大家警惕心起来了，在家里安排好留守的人，确保不至于被偷家才出门。伴随楼梯里传来激动的脚步声，门口很快聚集了一拨人，大家七嘴八舌地问：真白送啊？你们要搬去哪儿？哎，别人隐私没什么好打听的。小晴丈夫在研究所工作，他爸爸当年又是所里的科研大佬，肯定是公家来接他们避难去了。我笑眯眯的点头，不打算解释。目送他们往外搬东西，很快3室1厅差不多被搬空了。许黎试图阻拦，可没一个听他的话。你一个被收留避难的，我们又不认识，是周家媳妇让我们搬的，走开走开，撞伤了我们不负责啊！我真的是周家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是浩哥的。得了吧，别扯谎了，周家在这住了几年了，谁不知道小晴才是周家媳妇？许黎磨破了嘴皮子都没人信，哭啼啼的转而指着鼻子骂我：贱人，你不得好死！我充耳不闻，提着最后半桶油潇洒离去。深夜，周浩和周春红回来了，我一边吃雪糕，一边在房间里通过监控看他们的反应。现在周家除了许黎躺的那张沙发，什么都没了。周浩开门后还以为走错了，直到许黎扑到他怀里连番哭诉，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他压着澎湃的怒火安抚许黎：没事没事，手机没了我们再买，于晴那个贱人，我会让他后悔的。许黎紧紧抱着他，像依附最后的救命稻草。浩哥要呢，我的脚疼1天了。说起这个，周浩脸色一僵，恼怒道：我和妈冒着被丧尸咬的风险，把药店里里外外都翻遍了，一盒孕妇用的药都没发现，现在想想肯定是于晴藏起来报复我们了。许黎整个人都傻了。周浩见状接着道：你先别慌，老公，我不是准备了一仓库物资吗？我把钥匙给妈了，让她去拿些好鱼好肉上来炖汤，给你补钙。就在这时，周春红把仓库空掉的噩耗带来了，一时间3人的脸不约而同地垮下来，难看的仿佛死了爹。周春红一屁股坐地上嗷嗷哭，这可怎么办啊？当初就该一刀砍死那个女人。许黎瘫在沙发上，脸色惨白，他走的时候只说搬走了，没说搬去哪。周浩绝望过后，反倒最先找回理智，他狠狠道：那些搬走我们东西的人，要他们全还回来。他知道是这栋楼的住户动的手，想到的最快办法也是业主群，于是他连夜扣物业进了群。各位住户，我是301的周浩，你们那些人拿我家的东西，限时10分钟，请原封不动还回来。等了一下无人回应，他又用语音发了一遍，可还是石沉大海。他终于按捺不住火气，威胁道：我家有监控，你们谁拿了我一清二楚，别逼我一家家上门。此话一出，倒是陆陆续续有人应了。你们夫妻俩弄什么幺蛾子？小晴都说了，全家搬走，东西随便我们拿。就是，怎么还出尔反尔啊？你家有个怀孕的疯女人一直阻拦，把我脚都绊伤了，要是东西还了，这里我找谁说？大家七嘴八舌的，不肯把吃下去的好处吐出来。还有人发了之前我艾特全体的发言。我通过监控看到周浩气得差点要吐血，感觉夜宵更香了。业主群里周浩无奈解释，上午刚和我离婚，还没来得及宣布而已，力证我没有处理周家东西的资格。我不再亏瓶潜水，冒出来发言，未经我许可伪造离婚协议，骗我签名，趁我熟睡偷偷按手印，在我生日当天领着怀孕4个多月的小三回家，赶我出门，更是无视法律与道德，趁着丧尸来袭把我从窗口推下去，要我命。这些年骗走我爸的钱，吸干我的血的种种行为，大家有目共睹。我还剩个房子给他们住，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吧？就算是末世，众人吃瓜的热情依旧不减。业主群的消息疯狂刷了起来，只是画风一边倒，都是站我的。大家还不知道吧？小晴爸爸死得早，但是他家可有钱了，全靠小晴爸的存款，周家母子才过上好日子的。周妈那个恶婆婆哟，小晴有时候是反应迟钝傻了点，但人家手脚齐全，样貌好还嘴甜，就这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媳妇，她把人当保姆使唤，动不动就打，还骂小晴猪狗不如。对，我亲眼看见过，周妈用扫把追着小晴打，就因为她多吃半碗饭。以前我还以为她丈夫不帮忙调停是懦弱，原来周浩根本不把小晴当老婆，还带着大肚子的小三上门。我呸！这渣男简直是我们男性同胞的耻辱，怎么还好意思跳出来的？就不怕一人一口唾沫淹死吗？
这渣男简直是我们男性同胞的耻辱，怎么还好意思跳出来的？就不怕一人一口唾沫淹死吗？可坏人不会认错，只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把事情做绝。监控里，周浩气得青筋暴涨，捡起摔碎屏的手机，一遍遍打我的电话。我不想和渣男多费口舌，直接关了静音。没想到下一刻，他看向监控摄像头，目光可怕的仿佛要透过屏幕杀人。舆情，你给我等着！他举起消防锤，一锤把摄像头砸了个稀烂。我看着黑掉的屏幕，内心浮起一丝不安。周浩被逼疯了，一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周家3个人一整晚都挤在沙发上过夜，还有个随时需要照顾的孕妇，要啥啥没有，哭泣埋怨指责，相互看不顺眼，搞得狼狈不堪。周春红黑着脸掐周浩，让他一定要找到我算账。我清楚，同住一栋楼，被周浩找到不过是时间问题。果然不出3天，家里的防盗门被拍得砰砰作响。我合上爸爸留在书房里的研究手记，走到门口，打开里边一扇门。隔着防盗门，周浩和周春红在外面，两人满身戾气，头发胡子邋遢，说是在天桥地下的乞丐也有人信。是了，走之前我连半块香皂都没给他们剩。这几天他们都靠花大价钱和邻居买吃的，但买的次数多了，转账都是手机上的数字，邻居怕以后情况再恶化，钱取不出来，就不肯卖他们。他们通过业主群挨家挨户打听，又各种许以厚利，才有个好事者透露我的门牌号。于是他们找上门了，周浩手上还提着那个吓人的锤子，盯着我恶狠狠道：把仓库里的物资还给我，否则我立刻杀了你。周春红脸上皱纹能加蚊子，愤怒更显得面目可憎。你该清楚，现在这种时候，报警法律统统没用。确实，随着丧尸越来越多，秩序渐渐崩溃，这栋楼里的人都在靠存货活着。有一天，吃的用的没有了，1楼大门开启，危险就不远了。当然，目前而言，周浩、周春红这对母子铁了心要弄死我，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我靠在墙上，沉默不语。周春红见状，以为我被吓到了，小人得志地说：你个贱货，害我们受了这么多天的苦，我要用狗链锁着你，让你没日没夜的做家务伺候我。周浩也沉着脸说：是你的所作所为，把我最后一点情分磨没了，无论什么下场，都是你自找的。我缓缓摇着头，嘴角扯出一抹冷笑。我怎么会坐以待毙？我掏出手机，点开某个微信群，按下语音，是时候了，你们来吧。周春红愣了愣，你在和谁说话？话音未落，楼梯间里传来脚步声，电梯门也打开，10几个壮汉拿着家伙事冲了出来。敢欺负晴姐，上门闹事，不想活了？死人渣，老子把你脑浆打出来！在一群气势汹汹的壮汉面前，周浩和周春红的瞬间没了。可恶！周浩攥紧拳头，还有些不服，想强撑面子，谁料下一秒他手里的锤子被夺走了，不知道哪里踢过来一脚，东一拳头，西一巴掌，很快就把他揍得找不着北。周春红也从满嘴骂骂咧咧问候祖宗，到弓着背狼狈逃离。一连好几天，他们都分批次守在我家门口，只要周浩和周春红再来，绝不逼逼立刻动手。总算是把他们揍安分了。作为报答，我把仓库里的物资给每人都分了一部分。这些男人的妻子都是当时在业主群里力挺我的，他们同情我，道德底线也还在，不会起坏心。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撒了个谎，和他们说分完没多少了。接下来除了吃喝拉撒睡，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智商升高后，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爸爸留下的知识。我隐隐有一种感觉，爸爸留在这里的手记比留在科研所的详细多了。当初爸爸给我注射的血清是毒一分的半成品，我要辨别那些资料是有用的，整理出一部分，想办法交给研究所，让血清疫苗更快研发出来，度过丧尸危机。数不清第几个太阳升起，我在卫生间里洗了把脸，发现电停了，网络信号只有浅浅一格。我脸上有了黑眼圈，脑子里有个声音提醒我必须睡了。可我刚刚眯了一小会，就被楼里传来的尖叫声惊醒。距离很近，大概是5楼或6楼。很显然有人出门寻找物资，回来后失话了，尖叫的是家里的老人孩子。门口再度传来敲门声，只不过声音轻缓多了。我打起精神起床，刚打开一条门缝，惊讶地发现还是周家母子。我一脸厌恶的刚打算关门，却被周浩伸手拦下。晴晴，你听我说，我这次来不是逼你。我充耳不闻，掏出手机打算继续摇人，可下一秒周浩跪在我面前。周浩满脸苦涩，我们这副样子真的不可能欺负你了。我这才细细打量他们母子，瘦骨嶙峋，无精打采，短短时间内仿佛老了10几岁。周浩说这些天他们四处求人买物资都无果，出门找物资更是险象环生。他后悔了，他和我道歉，不该那么绝情赶我走。他发誓说我爸当年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娶我是真的喜欢我，而不是贪图余家的钱。至于许离，只是一时意乱情迷，有了孩子不得不负责。吴浩抓紧防盗门上的铁条，声泪泣下。以前有再多不开心，我们也照顾了你这么多年，你不能因为我一时的错误就判我死刑啊！小黎还怀着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你就发善心照顾我的血脉好吗？你可以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孩子。周春红也表现得无比悔恨，脸上半点看不出凶色。晴晴，婆婆以前是暴脾气，害你受伤难过了。婆婆和你道歉，当时把你推下去也是不小心手滑，
你原谅我们好吗？我们继续做一家人。我神经猛跳，拧紧眉头，一脚关上门。周浩和周春红还在外面哭了一会，各种哀求。我看着时间，刚刚过去10分钟，那股堪比琼瑶剧苦情剧场的哭声终于停了，转而是一阵阴寒的骂声。我就说了吧，那个贱人把事做得那么绝，怎么可能对我们回心转意？他信了最好，我们登门入室，再推他下楼一次罢了。不信也没关系，我已经看清楚了，这回就是麻烦了点，我要他死得透透的。他们又想了什么阴险恶毒的计划？我心底一片冰凉，叹了句果然如此。如果是从前的我，可能还真会被他们这波演技骗过去，但他们可是恶狼啊，恶狼怎么会忽然有一天改吃素呢？就算是这么和和气气的告诉兔子，也不过是为了把兔子骗出来吃掉。可惜我不是兔子了。小区外开进来2辆装甲车，停在楼下。吴昊挂着卑微笑脸，亲自开门，把一群武装打扮和白大褂打扮的人迎了上来。于老的女儿就在4楼，请跟我来。我听到动静，主动把门开后，吴昊余光阴毒地扫了我一眼，指着我言之凿凿道：“同志，这件事情请研究所上级一定要重视起来。寻常普通人被丧尸咬了之后，1到3天就会丧失理智，变成新丧尸。但于晴他被咬已经大半个月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异特征，但他手臂上还残留着大量被丧尸撕咬过的痕迹，绝不可能作假。我怀疑他可能会变异成超强丧尸，请你们立即采取措施，再晚就怕酿成大祸了。就算他父亲为国家做出过奉献，也不能心软啊。”研究所的人员听完，看到我身上的咬痕，目光严峻，枪口齐齐对准了我。于晴女士，请你抬起双手，放弃抵抗。我瞥着吴昊得意忘形的嘴脸，唯有呵呵2字能表达我鄙夷的心情。吴昊，你真不是东西啊！几次3番抢物资没成功，就捏造谎言，把研究所的人都请来抓我了。不过我该和你说声谢谢，省得我再去联系他们了。吴昊哦了一声，仿佛捏到了我的漏洞，语气都透着兴奋。同志们听到了吧？他还良心尚存，猜到自己不久后会变异，还想主动联系你们呢。我抬起手打了个响指，悠悠解释：你们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我没变异是因为我体内有尸毒血清呢。我爸爸是第一个提出丧尸病毒猜想的，只是没得到重视，现在他的手稿还在被全力研究吧。此话如惊雷落地，在场的人都懵了好一会。科研所的人仔细想想就明白了，我前26年的体检报告都显示我的体质无异，我被丧尸咬了，按理来说只有一个后果就是变异，但我快1个月了都没变化，加上我爸爸的身份，真相昭然若揭。科研人员在看我，那股警惕敌视的目光变为了狂喜。于小姐，您愿意配合我们进行血清疫苗研究吗？无论什么要求，我们一定会满足你。这本来也是我计划做的，不仅很快答应，还把这几天整理的资料都一起交给他们。周浩那副呆若木鸡的神情变成了怎么都想不通的懊悔，但这并不妨碍他厚着脸皮争取最大利益。同志，我带你们来接走他也算是功劳一件吧，能不能为我安排个新住所或者物资供给什么的？为首的研究人员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但还是公事公办道：我会结合于小姐的回应，向上级请示的。吴昊意识到还要看我的脸色，顿时升起一股怒火。可一群持枪的还在这，他不敢出言骂我，只能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刻意当着他的面提出我的第一个要求：我与吴昊已经离婚分居，请派人看守我在4楼的住所，里面存放有我爸爸多年来的藏书资料，不希望被人损害。请放心，我们一定做到。这可谓杀人诛心。吴昊仿佛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瘫坐在地，流下茫然无措的泪。载着我的车缓缓驶离，我走向崭新的未来，而吴昊3人还要继续被现实折磨。我再度从研究所出来已经是3个月后，成品血清研发成功，批量赶制，幸存者一波波注射疫苗，丧尸被驱逐消灭，错乱的秩序一点点复原。我从邻居嘴里得知周家人的下场。自我离开后，周浩3人继续陷入缺乏物资的窘境，被迫外出寻觅。周春红不慎被丧尸咬了，一直隐而不发，直到被周浩看出端倪。他在还理智尚存的时候，被亲生儿子从窗户推了下去，或是死了，或是变成丧尸，总之消失了。许黎怀着孕，被连日的冲击折磨得不成样，他背着周浩联系经营地下赌场的旧情人，他说怀着的孩子是旧情人的，希望他带他走。2人约好了地方，许黎本想偷偷离开，却不巧被周浩撞见。就在楼梯口，那个温柔小白花似的女人说出了冷冰冰绝情的话：你现在自己都养不活了，我真后悔当初跟你。本来我嫌他的身份见不得光，才带着孩子投奔你，但现在他吃喝不愁，还不嫌弃我跟过你。他爱我，我也爱他，你好自为之吧。据说周浩当时就发疯了，险些拉着许黎一块去死，但不知怎么最后又放了他。许黎和旧情人那边更是闹剧一场，他到了约好的地方，左等右等等不到来接的人，跪下求人，借到有电的手机给那边打了电话，结果旧情人在电话那头一通讽刺，人家根本没打算接他过好日子。至于肚子里的孩子，人家不在意也不想认，就想趁机报复他当初的背叛。许黎痛哭流涕，只能悔恨地再回头去找周浩，并再三发誓孩子一定是周浩的。周浩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自然不会回头。他在外面搞到新的物资渠道，谋算着自己能抗过去这次灾难，不想多加个累赘。
可机缘巧合，许离还是蹲到他的踪影，他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庇佑。周浩和当初的他一样绝情，一脚踢开他，扭头便走。失去所有希望的许离扑过去，猛地咬住周浩。周浩满眼震惊地清楚了一切，许离已经中了丧尸病毒，只是还没失去理智，如今把他也拖下水。这对怨偶就算成了丧尸也没分开，最后一起消灭在烈火里。盛夏6月，一切恢复如常。3楼那间房子承载了我太多痛苦回忆，被我永远封存了起来。我一直住在爸爸给我买的那间房子，迈上和他当初一样的科研道路。我活得自由而充实，正是他最希望的样子。